真正困住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现实，而是他脑子里那些被他当作现实的概念。你以为你不行，你以为你没有资源，你以为你起点太低，你以为你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间，你以为你必须等到某一天，等到你变得更强，等到你赚到更多的钱，等别人认可你，你才有资格去过你真正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但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不是真的，它们只是限制。而限制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它挡在你面前，而是它早已经印在了你的心里，让你以为那就是你的命。很多人这一生不是输给了能力，不是输给了机会，也不是输给了环境，他真正输掉的是他最开始的那个念头。他从心里已经相信了，我不配，我不行，我做不到，我只能这样。于是他的人生就开始按照这个指令运行。你看，一个人如果心里一直想着我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我要成为一个丰盛的人，我要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人，今天不成，明天不成，后天不成，但只要这个念头一直在，他就会慢慢靠近他。他的注意力会变，他的选择会变，他身边的人会变，他每天吸收的信息会变，他对世界的理解会变。他不再盯着那些消耗他的东西，不再卷入无意义的争吵，也不再被别人的情绪牵着走，不再为了合群把自己活成一个低配版本，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一个方向了。自由、觉醒、丰盛、精神独立，这些词不是口号，它是一套新的运行的系统。你一旦开始朝这个方向走，你就会发现生活每天都会发生变化，可能很小，小到别人看不到，但你自己会知道。你没有以前那么容易被激怒了，你没有以前那么害怕失去认可了，你没有以前那么想解释自己了，你开始把能量收回来，你开始不再什么都管，不再什么都在意，不再什么人都想证明给他看。你终于明白，真正高级的活法不是去改变所有的人，而是把自己修好。你自己自由，你周围的人才会感到自由；你自己丰盛，你周围的人才会被你的状态影响；你自己稳定，你所在的空间才会稳定。很多人总想去渡别人，总想去拯救别人，总想把自己的道理塞进别人的脑子里，但到最后你会发现，你渡不了任何一个不愿意醒来的人。你唯一能做的是先渡自己，你自己穿过去了，你自己活出来了，你自己站稳了，别人自然会看见。这就是最强的影响力，不是说服，不是控制，不是讲大道理，而是你存在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答案。所以关键点永远在自己这里。你把自己弄清楚了，一切都会开始变清楚。你把自己能量收回来了，你就不会再被外界随便拉走。你把自己的限制穿越了，你就不会再活在别人给你的框架里面。而什么是限制？限制就是你心里那个卡住你的东西，让你不敢开始的东西，让你一想到就退缩的东西，让你明明想要却又立刻告诉自己不可能的东西。它可能是一句话，可能是小时候父母说过的一句否定。你怎么这么笨？你以后不会有什么出息，你成绩不好，将来一定很难，你别想太多，普通一点就行。这些话在大人的嘴里可能只是随口一说，但在一个小孩的心里，他可能变成一条看不见的锁链。他还没有力量分辨，他就相信了，他以为那是事实，其实那是直路。于是长大以后，他明明有机会却不敢抓，明明有天赋却不敢用，明明想改变却总觉得自己不配。你看，一个人真正要觉醒，不是学更多的知识那么简单，而是要开始识别哪些念头不是你的，哪些恐惧不是你的，哪些限制只是别人当年无意识丢给你的，然后你相信了很多年。你要把它们一个一个拿出来，看清楚，拆掉，换掉，因为概念可以限制你，概念也可以释放你。
念头一换，世界就变了。不是世界真的马上变了，而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变了。你过去看到的是墙，现在你看到的是门；你过去看到的是命运，现在看到的是选择。你过去觉得自己被捆住，现在你发现原来困住你的只是你一直没有质疑过的某个念头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要非常认真地观察自己。当你说我不行的时候，你停一下，问自己，这是真的吗？还是我只是习惯这样想？当你说我没办法的时候，停一下，问自己，真的没有办法吗？还是我害怕承担改变之后的结果？当你说我不配的时候，停一下，问自己，是谁告诉我的？我为什么要继续相信？你会发现很多限制根本经不起追问，它们只是在黑暗里显得很强大。一旦你把光照过去，它就开始松动，然后你就会明白，自由不是别人给你的，丰盛不是外面掉下来的，觉醒也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奇迹。它是你一次又一次从旧的念头里醒过来，从别人的评价里退出来，从系统给你的身份里走出来，从恐惧制造的幻想里面穿过去。你不需要一下子变成很厉害的人，你只需要每天往那个方向靠近一点，少消耗一点，少内耗一点，少讨好一点，少解释一点，多清醒一点，多坚定一点，多把能量放回自己身上一点。时间久了，你整个人的气场就会改变，你不再那么容易被拿捏，不再那么容易被操控，不再那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怀疑自己全部的人生。你开始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要去到哪里，知道什么东西值得你投入，什么东西只是系统用来分散你注意力的噪音。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开始醒了。真正的觉醒不是变得高高在上，也不是看不起谁，而是你终于不再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那些低频的东西管理，你不再让恐惧替你做决定，不再让匮乏替你规划人生，不再让别人的眼光决定你能不能成为自己。你开始回到自己的中心，你开始相信，只要那个方向在，只要那个念头不灭，今天不成，明天不成，最后一定会成。因为真正想醒的人挡不住，真正想自由的人困不住，真正想丰盛的人他会不断的调整自己，直到他配得上那个新的世界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心里还有限制，不要怕，把它看见，把它说出来，把它拆开，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强大。很多锁只是你没有伸手去破除，很多墙只是你从来没有看过它真正的边界。当你穿破第一个限制，后面的限制也都会一个一个倒下。记住，限制只是概念，而你不是概念的奴隶。你是那个可以重新选择念头的人，你是那个可以重新编写人生程序的人，你是那个可以从旧系统里面醒过来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把能量收回来，把方向立起来，把那些不属于你的限制一层一层穿过去。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里的正常人，你只需要成为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那个人。这就是自由的开始。最后，我再想提一下关于这个命运。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命运存在啊，这不很准啊？你看我用那个东西一算，很准。当然，你去学习那一些算命运那些东西 ，OK， 它确实能够预测一条路，但是它无法给你选择提升自己的路。所以，唯有自己前面我提到的能量上的各种念头上的抉择，把你的能量飙升了，你才能够更好的抉择自己的路。否则那些只是工具，只是看到路的工具，它无法帮你提升或者选择路。所以不飙升能量，不转变念头，无论这个工具多么的精准，你走来走去还是会走上老路。所以在这里我建议大家不必过多的关于就是那些工具，
而是要更多的要明了你生命是由什么做选择的，生命是由什么决定的。关注好你的能量，抉择好你的念头， OK， 展开你自由喜悦丰盛的人生。 Enjoy， 体验它， Enjoy， Nice。